跟大龄剩女谈恋爱到底是什么体验呢？最近有个85年的男生啊，跟我分享了他的剩女之恋。就他33岁那年啊，跟他的一个女同学谈上了。大家呢都老大不小了嘛啊，原本呢都是奔着结婚去的。可是好家伙啊，跟大龄女生谈恋爱也算是经历过了啊，之后再也不愿意碰他们，那是真谈不下去啊。首先他特别的强势，妥妥的公主病，只要一吵架就撂狠话，那个话里话外都是那个意思啊。如果你跟我分手了，那分分钟能换一个比我条件好的啊，有的是人追他，动不动就说啊，头几年要是想嫁早嫁了啊，那些人的条件都好得不得了啊，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的啊，追求他都没有同意之类的话。经常说什么他以前的前任啊有多么优秀啊，如果没有我，他一个人也过得很好。其实呢，他说这些话呀，我根本就觉得啊，太假了，都是自己安慰自己。其次吧，他这个消费观呢，我也不敢苟同。高档化妆品、名牌包包，样样俱全，我觉得就不像个能过日子的人啊。因为有点积蓄，动不动就一句，我自己花自己的钱，我想干嘛就干嘛，要你管呀。实际呢，出去约会啊，他没有掏过一次钱。其实他也就是比那些小姑娘相对的宽裕了一点而已，不至于能上天吧啊。说不好听点，人家小姑娘混到你这个岁数啊，经济也不会比你差吧。天天各种虚荣爆棚啊，求婚要去希腊啊，拍婚纱照要去南非，度蜜月要去北欧。我给他解释，我真没那么多时间，因为工作真的很忙。他听不进去啊，还各种又作又闹。然后啊，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把工作看得比他重要啊，还让你无法反驳，从来都不会换位思考，只要违背他的意愿啊，就是不爱他或者不够爱他。我就反问他，那你做过什么事儿证明过你爱我？结果他立马就答不上来。还有吧，他和他那群少女闺蜜啊，个个都很假，明明就是找不到接盘侠了，对外就说他们不想将就，说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人家那些结婚早的就是将就的，就是不优秀的。而且呢，我不知道他是凭什么就觉得自己优秀啊，跟刚毕业的小姑娘比，月薪就是优秀吗？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活在偶像剧里，还特别的双标，整天就标榜啊他经济有多独立，生活负担啊却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开销我承担也行，但你能不能做点家务啊？能不能周末的时候好好做顿饭啊？他说不想当保姆，做不到。一到要搞家务的时候，他就说男女平等啊，一说到出钱的时候，那就是我一个人来扛。最后吧，他还特别情绪化，只要发生了矛盾，虽然年纪不小了啊，还是一副很任性的样子啊，绝不妥协，绝不低头，一定得我来缓解矛盾，并且最后呢，结果都一样啊，必须是他是对的。但是要说理解、包容、换位思考这些词儿啊，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非常自我。他的感受很重要，他答应我的事儿可以10有8九做不到，我答应他的事儿那是一件也不能变卦。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他认为我孝顺父母就是妈宝啊，还让我跟父母过一辈子得了。这一次我从内心彻底放弃他了，因为我不相信他未来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儿，甚至一个好母亲。我现在的老婆比我小8岁，现在我孩子都3岁了啊，我过得很幸福，而他呢，听说还是一个人单身。你们说啊，大龄剩女是不是都这样啊？有没有例外？一个女人年轻的时候啊，如果你太挑剔了啊，那你年龄大了之后啊，必定是被别人挑剔的。前几天我这有个42岁的未婚大龄女人私信我哈，她说有没有希望再找到合适的？其实还是想结婚，她自己都说以前自己太挑了，所以呢挺后悔的。现在想想啊，之前那些错过的人其实还是都合适。但是当局者很迷嘛，那会儿自己觉得自己条件好，反正呢都能挑出别人的毛病来没有满意的，好像全天下男人都配不上自己就算后来有过接触的异性，也没觉得相处的多好。我可能对婚姻也有一种洁癖吧，我不能去接受一个有瑕疵的婚姻，所以我不但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我还在追求一个完美的关系。我害怕吵架怕那种破碎的感情和勉强维系的婚姻关系。我要的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感情，不需要动脑子就能维系的婚姻。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问题太大了？可是现在我还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让我给他一些建议于是我说，那你现在找的话，就得把你的条件放低了才行。找个条件不如你的可以的。如果想找条件好的，可能你就得考虑那个岁数比你大很多的老男人，可能还是离异有孩子的那种。他一听就说
那我还是宁愿找个年龄相仿的，条件不如我的。这个时候啊，我就给他看了几个男士的资料，他看完了之后说，姐啊，这几个我感觉啊都没啥眼缘，你想想啊，我如果找个条件不如自己的，那我想我得图点啥吧，长得好看也行啊，或者比我小的，长得阳光的，条件差一些的。哎，我这么一听啊，真的又很无语了。年纪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小的，他但凡长得好阳光帅气，就不会缺女人喜欢。你要是想要养小白脸儿，那你这点实力啊，其实又不太够。你虽然比普通人条件好一点儿，但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一个阳光帅气的比你年轻的男人愿意跟你去结婚的。他短择一下是可以的，你想跟他结婚啊，基本没戏啊。后来啊，他又改变了想法啊，说那就找个条件比我好很多的年纪大的10岁以上的男的也可以的，那样的话最好资产能过亿。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了啊，我们的对话也就终止了。我不想在这儿跟他费劲了。我相信啊，如果我真的给他介绍个50好几的啊，资产过亿的，他估计还嫌人家老呢。所以那句话说的没错啊，出来混啊，有些债你一定是会还的。特别是女的，年轻的时候你太挑剔了，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啊，就会被别人挑来选去的。就像下午的那个菜市场啊，论吨卖了啊，都没有人要，你们说是不是啊？经常呢有小妹问我，为什么生活中她能被优质男人追求啊，还能跟他们谈恋爱，但是呢结婚就很难。可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相亲市场就没有优质男人追求她了？甚至呢有些离婚的女人啊，都有年轻的小弟弟追求自己，可是到了相亲市场，别说找个小弟弟来追求自己，就算想找个优质的大哥哥追求自己都很难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就在这里啊告诉你真相哈。男人在找女朋友谈恋爱和找个对象结婚过一辈子这两件事情上啊，他的态度和认知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两件事情都需要谈恋爱，但是他们的每一场恋爱最终目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女人她可能只是长得漂亮，或者呢只是有个很高的学历背景，就容易被优质的男性追求。当他们被1-2个优质男性追求之后啊，或者呢跟1-2个优质男人谈过恋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一定能找个这样的男人结婚了。但事实却不是一定的哈，因为在优质男人的世界里啊，他们的可选资源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在评估你的价值的时候呢，也就越现实了，要求评估的选项也就越多。要明白的就是一个道理，所有的不选择，所有的分开，其实真相就是你的价值不够。你永远不要认为哈，这个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脾气太臭了，是因为你太作了，都不是啊。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你是皇帝的女儿，你的脾气可以再臭一点。你不要认为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腰太粗了，不是啊。如果你是亿万富翁的女儿，你的腰可以再粗一点啊。表面上看是脾气不合，性格不合啊，距离太远，长得不够好看等等。我告诉你，终极核心的核心其实就是你的利益还不够跟他交换，你的价值不到位，知道吗？情感生活是分3个层次的，性、爱情和婚姻。而性呢是肉体生活，追求快乐的原则；爱情呢它是精神生活啊，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婚姻呢是社会原则，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这是3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当你能够分清楚这几样东西的时候，那你也就能知道优质男人他为什么不会跟你结婚的真实原因了啊！大家说对不对啊？别忘了留个小心心到评论区聊2句再走啊！你信不信啊？有的女生她天生就是被渣的命，就她那个择偶标准啊，已经完美的过滤掉了好男人啊。93年的一个女生呢，我这找对象哈，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要找一个有钱的，或者呢是赚钱能力比较强的，能给她带来稳定的物质资源啊，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第2点，还要找一个学历好的，精神世界富足的啊，能够引领自己成长的。第3点啊，想找个个子高一点的，看上去啊阳光帅气的，毕竟呢要看一辈子嘛，还是得看着舒服的。第4点呢，要找个情商高的，脾气好的，能够给他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的，并且能够包容他的小脾气的。第5点呢，想找个愿意为他付出的啊，也就是呢能给他花钱啊，还得为他做饭啊、洗衣服、做家务啊，能把他当女儿一样照顾的男人。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有吗？啊，来，咱们评论区聊聊吧。昨天呢，我拉黑了一个40岁的未婚大龄老处女啊。至于我为什么要拉黑她，真的是一言难尽。
就是如果我再不拉黑他，我真的感觉我浑身的细胞都得死掉一半了。他呢是5年前就开始相亲了，在别的平台他交了一次又一次的费，花了不少钱，见了不下上百位的男士，可是呢连一个愿意正常跟他交往的人都没有。之前呢有过一个男生跟他聊得还不错，可是第一次约会就约他上家里去啊，这给他气的呀，直接把对方给删除了。3年前他就找过我咨询啊，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择偶定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会儿呢，我其实很明白的也跟他说过了，我说你的择偶方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于是呢，他就想拜托我帮他再找找合适的人。但其实他的要求依然是没变的，他的想法依然是大多数剩女的想法要找个优质的男人，学历、收入、颜值、情商最好都能在线。他觉得自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有一个很光鲜的工作，收入呢也不少，所以他配得上一个优秀的男人。可是尽管我那会儿委婉的劝过他多次尽量降低标准毕竟年龄大了不好找，他每一次仿佛都听进去了，但是呢过不了多久他又会恢复原来的想法。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几次沟通之后，我发现根本就没有效果，所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了。可是就在前几天，他又来找我诉苦说自己很着急了马上要过40岁的生日了，想在这个生日之前找到一个可以给他生日祝福的男人。我看着他这么着吧，觉得又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我又张罗着给他再找找呗结果前边才刚刚说好的可以接受离异的，带孩子的都可以，只要对方在北京有个房子就行。他说自己就想有个家，别的都不看重了最令我崩溃的是这一次，我居然又相信了他于是呢我就在昨天我又给他推荐了一位离异没有孩子的男士就比他大5岁还是个博士，在体制内工作很稳定，北京有2套房产，只不过收入可能没有他那么高。男士呢倒是觉得可以渐渐认识一下，于是呢我估计他能接受这个男士的话这俩人可能能成。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他看到资料不到30秒就冷冷的回了我一句抱歉这位我不见。我问他为什么呀，他居然说男士条件太差了。于是我就问他，那这么说你不是还是得找条件好的吗？于是他马上反驳我，难道我还非得找一个比自己条件差的吗？这回我也被他整老火了我说那你就别在这儿做白日梦了你说的那种条件好的，人家有大把的年轻漂亮女人可以找，人家找你这么大的干什么呀？他们又不是脑残，又不是缺女人。你相亲都相了这么多年了，被上百位的优秀男士拒绝过了，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你那些自认为的优秀、自以为是的骄傲，不过是在那儿自嗨罢了。你就继续自我安慰吧以后可别再来找我了气死人不偿命真的是你们说是不是大龄剩女这个人群别说是男人不喜欢他们就连女人都喜欢不了。真不是对他们的年龄歧视，而是他们这种畸形的心态真的让人难以理解。你们说是不是？离婚的女人真的是很吃香吗？最近呢，我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说这个离婚带娃的女人男人都在抢。你们觉得这个话有没有毛病我做婚恋这么多年了，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离婚的女人会被男人去哄抢的只有被嫌弃被拒绝。去年有一个离婚带娃的明星来找过我们那么漂亮的女人仍然是被嫌弃被拒绝的，我们也帮不了她。在相亲市场上，如果你是一个离异女人，即便是你没有生过孩子，你也基本上不会被那些未婚男士选择到，你更不会被那些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的男人选择。哪怕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也有大把的未婚的还比你年轻漂亮的女人愿意选择他，愿意嫁给他。更何况你还有一个孩子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的年纪不小的女人，怎么可能被男人去哄抢谁来抢你那些山里的穷光棍们吗他们恐怕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别说给你养孩子了。有的离婚的女人在找伴侣的时候，那提出的条件比她20几岁年轻的时候提出的条件还要高我们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长得多漂亮男人只要听到离婚要是还带个娃呀，基本上连面都不愿意见特别是那些带男孩的，因为现在没有这种大冤种了，谁还愿意跟你去养孩子呀？而且呢还是个男孩，即便是你没有经济负担，经济条件特别好的那种女人男人他也没几个愿意的，他们就是很介意男孩，他们不傻，你觉得呢那这些女人吧有可能她好不容易还找到一个愿意跟她结婚的，她还要张口要彩礼还要的不少。我倒不是说你不能要
这个事儿吧，咱都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那种毒鸡汤说那种毒鸡汤的人我真的是你恐怕精神有问题是不是啊？你是幻想症吧？出来说这种话害得这些离婚的女人自己都找不着北她们最后根本就嫁不出去。你们说对不对？到底是谁说的没房子就不能结婚呢？老师一个男人他连个房子都没有，我凭什么要嫁给他呀？结婚了我们住在哪儿租房子住我是可以，那有了孩子总不能让孩子也住在出租屋里吧，那多憋屈啊。所以呢，作为一个男人，婚前就应该为自己的妻子孩子准备好一个窝嘛，那个才是正儿八经可以娶妻生子的呀，这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是现在的女人根深蒂固的认知了。如果这个理念不改中国的婚姻制度可能会崩盘的。为什么一说结婚，女方就要求你必须给他买一套房子结婚必须给他几十万的彩礼，否则他就是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这就是当代女性对结婚的期待。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女孩基本上都会要求对方婚前要准备好房子。这些城市的房子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有多少家庭能在这些一线城市买得起房子呢？要么就是几十年还房贷的房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女孩子介绍男孩的时候那些有房贷的男孩也是没有什么市场的。有的男生为了结婚没有办法只能让父母掏钱。说实话，你忍心吗？让爹妈掏老本给你们小两口买房子，往往有很多都是男方家里出钱，女方家里还一分不拿。所以呢，这些就是大城市的剩女越来越多的原因。这些剩女还经常不切实际的认为，只要跟那些什么情感博主学点什么东西就可以在开宝马和开奔驰的男人当中随意的挑选心仪对象了。你这不是很可笑吗？人家都开40-50万甚至上100万的车了，那他能是你随意可以挑选的吗？记住一句话，你想成为奔驰宝马的女朋友，你需要在他开电动车的时候就嫁给他。你们共同的努力创造财富，共同把生活过好不行吗？是谁告诉你的结婚就必须买个房子？是谁规定的结婚就一定得男方准备好房子车子？是谁把婚姻跟这些东西搞得过度的绝对呢？这种畸形的婚姻观难道不应该摒弃掉吗？同样都是人，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男孩子就要给女孩子去买房买车，你们两个人就不能共同努力吗？自己挣钱买个房子不行吗？现在的女性就是要求只要一结婚你必须给我准备个房不搞一个房子我就不结婚。所以如今的现状就是男生干脆躺平算了买不起房子就别想娶媳妇了，不敢想咱就不想了呗不结婚也不生孩子了，自己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吗？00后的不婚群体已经越来越庞大了，这个到底是谁的错呢？北京一位38岁的女粉丝自己跟我说，确实很焦虑，这辈子不结婚都没关系，她最焦虑的问题是这辈子没个孩子，老了以后咋办呢？没个人照顾，就算去了养老院也会被人欺负的。想想自己挺后悔年轻的时候错过太多合适的男生了，现在根本就找不到那样的了。我那会儿呢还瞧不起人家，只能怪自己当初太挑太事儿了。而且其实现在自己想想，觉得那会儿的自己真的是很符合现在大众眼里对大龄剩女的那种印象。我总是跟周围的人说，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呀，多自由但实际上是真的找不到，而且不是找不到一个普通的男的，而是找不到一个优质的男的。一直就是不甘心，等等总是觉得命运一定会眷顾我的。现在想一想说那些话其实真的是自欺欺人的。我自己那会儿觉得自己长得挺漂亮的，但实际上后来逐渐发现我的长相挺一般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就那么自信而且我自己的性格缺陷真的很大，我承认自己有点作包容心也不够的，看到一点问题我就放大，好多次的恋爱都这么结束的。现在这个年纪在婚恋市场上完全没有竞争力，还挑啥呀？连个普通点的正常点的都很难找。最重点的是我真的不贤惠，到现在都没几个菜能做明白的。之前就有个男生因为我不会做饭把我 pass 了，家长都见过了，他觉得娶我回去很丢人。我自己也不想改变勤快不了一点点，温顺不了一点点，也看不得别人的脸色。那会儿我对婚姻也没有太大的期待，总觉得自己忍受不了多一个人给自己制造那么多的家务，我也不想多一个人
经常有事没事的跟我吵架，惹我生气，我也没法无私一点点。让我对自己的父母好那是可以的，但是要再多2个父母，我真的受不了，感觉自己真的是做不到啊。那会儿哈，我都没有当妈的欲望，更没有当妈的能力，觉得自己还需要被别人照顾呢。现在想想，我真的都没有一点点利他的优点，但是自己呢，也没有一点点要改善的觉悟，所以呢，就高不成低不就，变成现在这样了。现在真的很后悔啊，那有什么用啊？是不是？